當 B-21 突襲者第一次揭開幕布的時候，全網的軍迷幾乎都發出了同一個疑問：就這？等了快30年，花了美國納稅人幾百億的前期研發費，結果造出來一架看起來和老一代 B-2幾乎一模一樣，甚至個頭還變小了，載彈量還縮水了，怎麼看都像是一個降級版的便宜貨。想想 F-117，想想 B-2，當年剛出場，那給觀眾帶來的視覺震撼和軍事武器審美的重塑。而到了 B-21這裡，美國的航空工業是不是徹底江郎才盡了，連個科幻點的外形都畫不出來了？不過在後續的試飛和公開的參數表裡，我們都知道，雖然 B-21是小號 B-2，但它的威懾力更加恐怖。今天火力軍帶大家一起來看看，為什麼 B-21加量不加價，更小更強大。要看懂 B-21到底強在哪兒，我们得看看它的老前輩，也就是 B-2。不是火力軍三心二意，之前叫人家嬌貴公主小甜心，有了 B-21就叫人家老前輩。火力軍是一個專一的人，但是架不住 B-21給的太多了。另外打個廣告，上一期覺得 B-2即使降價到36噸黃金依舊太貴的觀眾，可以考慮一下 B-21，限時折扣僅需7億美元。各位觀眾多多點讚，集資給火力軍買一架夢中情機，想炸哪兒在火力軍評論區留言。看上期視頻的朋友都知道， B-21雖然隱身性能天下第一，但它有個極其致命的毛病，太嬌貴了。造價多少美元先不說，它那身用來吸收雷達波的隱身塗層簡直比溫室裡的花朵還要敏感。它怕下雨，怕暴曬，甚至怕空氣裡的濕度太高。飛完一趟任務，這架飛機就像是一個剛剛做完大手術的重症病人，必須立刻塞進造價幾千萬美元的恒温機庫裡。一群高級地勤人員需要像伺候祖宗一樣，拿着精密儀器一點點去修補機身表面的縫隙。每一次打開艙門，每一次機械震動，都會導致那些脆弱的锡箔材料產生微小的裂痕。他們必須用特殊的膠水重新填補，然後等待漫長的固化時間。這就導致了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B-2的出動率低得令人髮指，它在地面上趴着保養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天上飛行的時間。打起仗來，前線急需密集的火力支援，結果我們的超級甜心還在後台補裝，這就導致 B-2很難打高烈度的持續消耗戰。所以美國空軍痛定思痛，在向軍工巨頭下達 B-21訂單時，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的硬性要求：不要什麼花里胡哨的新气动外形，只要它耐造，必須要讓這架飛機能夠適應惡劣的前線環境。為了滿足這個苛刻的要求， B-21徹底放棄了在氣動布局上的冒險。你看着它長得像 B-2，那是因為飛翼布局本身就是隱身的最優解，在空氣動力學上根本不需要大改。諾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工程師們把海量的研發經費全砸在了底層材料學上。它最大的技術突破不在雷達或者發動機上，而是採用了一種高度彈性的、極其堅固的新一代隱身複合材料。大家千萬不要小看材料這2個字，在航空工程學裡，材料的代差就是實戰能力的降维碾壓。以前的隱身涂層是脆的、硬的，飛機在天上做幾個劇烈的機動，機翼一彎折，塗層就容易裂開，雷達反射面積瞬間暴增。而 B-21的新型隱身材料不僅擁有極強的柔韌性，能完美貼合機身變形，更有着極其恐怖的抗環境干擾能力。哪怕是在熱帶高濕度的島嶼基地，哪怕是剛刚經歷過一場暴風雨，這架飛機依然能夠保持極高的隱身狀態。甚至前一天剛執行完10幾個小時的跨洋轟炸任務，第二天只要加滿油、掛上彈藥，地勤隨便檢查一下就能立刻再次起飛。這種戰術質變，這意味着戰略隱身轟炸機在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擺脫了機庫溫室花朵的脆弱設定，變成了一個可以在戰場上抗造的泥腿子。這種極高的再出動率會帶來怎樣令人窒息的實戰壓迫感呢？如果只有 B-2，對手或許只需要熬過開戰頭幾天的第一波打擊，因為他心裡很清楚，對方的轟炸機隊很快就會因為繁重的後勤維護而陷入癱瘓，大批飛機必須返回本土的恆溫機庫趴窩。對手可以趁着這個寶貴的戰術空檔，搶修被炸毀的雷達站，重新部署防空導彈陣地，讓整個防禦體系喘一口氣。在中東的戰局中，也恰恰驗證了這一點。B-2直達高價值目標，10日狂怒中僅出動1次。但是 B-21要來了，這種指望對方後勤過長的僥倖心理將徹底破滅。當隱身不再是一種需要小心翼翼維護的奢侈品，而變成了每天能常態化使用的常規屬性時，戰爭的節奏被徹底改寫。
敵方的防空雷達兵面對的將不再是偶爾闖入的1-2架幽靈，而是每天每夜每時每刻都在防區外延有益的隱身殺手。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拉鋸戰，防守方的防空系統必須保持24小時全功率開機，防空導彈的操作員必須一刻不停地盯着屏幕，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架甚至不需要進機庫保養的轟炸機會在哪一個瞬間出現在頭頂。這種源源不斷的施壓能活活耗死對手的雷達遠見壽命，徹底壓垮防空操作員的精神防線，用最糙的後勤標準維持最頂尖的隱身自殺能力。這才是美國空軍放棄科幻外形、死磕底層材料學，最終想要達成的降維絞殺。不過僅僅是隱身材料上的突破，但材料上的突破還不是火力軍拋下 B-2 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 B-21 太符合我對未來戰機的想象了，它把未來變成了現實。很多人在对比 B-21 和 B-2 轟炸機時，喜歡盯着飛機的尺寸和彈倉容量。通過衛星照片測算发現 B-21 的機身尺寸明顯縮小，載彈空間也隨之降低。如果按照冷戰時期炸彈卡車的空戰邏輯，這架轟炸機的單次火力投射量確實是下降的。美國空軍在 B-21 身上壓住了開放式系統架構和協同作戰飛機控制權。我們解釋一下這兩個聽起來有些不好記的名詞。先算一筆戰機壽命週期裡的系統迭代賬。在以往的軍工體系中，無論是4代機還是早期的5代機，比如 F-22，其內部的硬件模塊和飛行控制軟件是深度綁定的。這在軟件工程裡被稱為封閉式架構。如果空軍情報部門發現對手升級了一種全新的相控陣雷達，或者改變了防空導彈的導引頭頻率，美軍想要為前線戰機升級一套對應的電子戰干擾程序，流程會極其漫長。地勤人員必須把飛機停飛，拿回原廠的維修車間。工程師需要拆開機身蒙皮，把裡面的舊款雷達信號處理器物理拆除，換上全新的硬件主板，然後再重新進行長達數月的系統兼容性試飛。這個過程不僅耗費大量的時間，導致戰機妥善率下降，而且需要支付高昂的硬件改裝費，這使得傳統戰機在服役中期會面臨極高的技術折舊成本。但 B-21 從圖紙設計階段就採用了完全的開放式系統架構，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台在平流層飛行的採用軟硬件解耦設計的樂高積木。它的底層代碼接口是標準化的，向所有具備資質的軍工企業和軟件供應商開放。這種設計帶來的戰術優勢是顛覆性的。只要後方的軟件工程師寫出了最新的雷達雜波過濾算法，或者破譯了對手最新的防空雷達頻段，前線的 B-21 根本不需要返回原廠，也不需要拆卸任何一顆物理螺絲釘，它只需要在機庫裡連上保密數據網絡，就像智能手機更新系統一樣，在幾分鐘內就能完成電子戰威脅庫和雷達算法的一鍵升級。這意味着 B-21 具備了組裝戰機的能力，它可以隨時兼容未來10年甚至20年後才研發出來的新型導彈代碼，直接抹平了硬件老化的技術代差。有了這種強大的系統兼容性作為基礎， B-21 在戰術定位上又完成了第2次跨越。它不再是一架需要單槍匹馬去突防的傳統轟炸機，它是美軍第一款能夠在座艙內部直接指揮大批 CCA 無人機的空中指揮節點。這又是目前軍工界最前沿的無人僚機作戰模式。這種戰法在實戰中是怎麼樣的呢？在未來的防空網中， B-21 根本不需要飛進對手遠程防空導彈的有效射程之內，它會悬停在幾百公里外的安全空域，保持自身的射频絕对靜默。飛行員通過保密抗干擾數據鏈釋放並接管10幾架甚至幾十架 CCA 無人機的控制權，將其作為前鋒部署。在 B-21 的指揮下，這些無人機會在前方散開，組成一個寬正面的突擊陣型，並執行明確的任務分工。第一梯隊的無人機會主動發射模擬射頻信號，去誘騙地面的防空雷達開機，充當吸引火力的誘餌。第二梯隊的無人機會掛在大功率電子干擾吊艙，去壓制對手的探測波數，掩護整個編隊的真實意圖。第三梯隊的武裝無人機則會直接代替 B-21 飛到目標上空，投擲反輻射導彈或精確制導炸彈。面對鋪天蓋地的無人機群，對方該怎麼辦？擊落不是問題，問題是防空導彈陣地會因為雷達的持續開機和導彈的發射軌跡，徹底暴露真實的物理坐標。對方拼盡全力攔截的無人機，僅僅是 B-21 這個大 boss 的守門怪。隱藏在後方數百公里外，始終保持靜默的 B-21 會立刻收集無人機被擊落前傳回的雷達特徵和坐標數據。隨後，他會通過網絡引導防區外的巡航導彈，或者直接指揮後續的武裝無人機，對暴露的防空陣地進行點名清除。通過開放式架構和無人機控制權， B-21 用一堆可以隨時補充的低成本消耗品，去換取對手高價值防空雷達的生存空間。他用最廉價的無人機耗材，
去清空對方昂貴的彈藥，用最小的風險去換取防空網絡的核心節點。在這個極其狠毒的街道殺人戰術閉環裡，B-21彈倉裡裝了多少炸彈還重要嗎？如果你覺得 B-21躲在幾百公里外遙控無人機去消耗防空導彈的火控通道，這已經是現代空戰的極限了，那你依然低估了五角大樓的算計。在现代大國博弈的數字模型中，彈藥傾瀉永遠只是最低級的手段，最高維度的較量是對敵方最高指揮鏈的決策熔斷。這就要講一講 B-21身上最隱蔽，也是最能顛覆現有地緣政治法則的設定——核常兼備的無縫切換能力。我們先把 B-21和 B-2在核打擊邏輯上做一個對比。上一代 B-2轟炸機是怎麼扔核彈的？它彈倉裡掛載的通常是 B-83這種100萬噸級的無制導重型核彈，那玩意兒一旦從天上扔下來，直接抹平一整座超大城市，或者连根拔起最深的地堡，这是典型的末日审判武器。但這種武器有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威力過剩，因為附帶毀傷太恐怖，政治代價太高，全世界都知道，除非到了亡國滅種的最後一刻，美國總統絕對不敢輕易動用 B-2去扔核彈。這種絕對不敢用的屬性，反而讓 B-2的核威懾變成了一種擺設。大家潛意識裡都知道，只要常規戰爭沒達到底線， B-2彈倉裡的核彈就是個死物。但 B-21徹底推翻了這個邏輯，它掛載的是專門為它量身定制的 B-6112戰術核彈。這不是那種毀天滅地的笨重鐵疙瘩，它裝有極其精確的制導位移，命中誤差被壓縮到了30米以內。更要命的是，這枚核彈的爆炸當量是可以在戰機座艙裡動態調節的。飛行員只要按幾個按鈕，最小當量可以調到只有区300噸，也就是當年廣島原子彈威力的幾十分之一。這就意味着 B-21可以把核武器從絕對不敢用的末日底牌變成了一種可以隨時在常規衝突中使用的常規武器。這種武器代差直接在未來的戰區上空制造了一個不確定的彈倉，因為在防空雷達的波段和光學特徵上， B-6112戰術核彈下落的軌跡和一枚普通的900公斤級常規精確制導炸彈在數據上沒有任何區別。假設在局部衝突爆發的第3天，敵方前沿防空雷達在經歷了極度困難的雜波過濾後，終於在屏幕上捕捉到了一個若隱若現的隱身目標。系統鎖定這是一架闖入防區的 B-21，緊接着雷達監測到這架隱身飛機打開了彈倉，投下了一枚帶有制導尾翼的炸彈。這個時候距離這枚炸彈落地只剩下不到120秒時間。假如你作為防守方的最高指揮官，你面前的控制台上擺着2個預案，一個是按常規空襲處理，下令防空部隊攔截；一個是認定為核打擊，直接按下全國核反擊的啟動鍵。請問在這120秒內你該怎麼選？如果你把這枚炸彈當成常規武器，選擇不啟動核預警程序，2分鐘後這枚300噸當量的 B-6112鑽入你的地下指揮所，你的國家指揮中樞瞬間被蒸發，你連發射核武器反擊的機会都沒有了。但如果你反向操作呢？秉承着底線防禦的原則，只要探測到 B-21投彈，為了防止被核斩首，你默認它是一次核打擊，你立刻砸下核反擊按鈕，發射所有的洲際導彈去轟炸美國本土。結果2分鐘後，那枚導彈落地，只炸出了一個10幾米寬的常規彈坑，它只是一枚極其普通的常規高爆彈，而你卻因為一次常規的局部戰術空襲，主動觸發了導致整個人類毀滅的全球核戰爭。當 B-21的彈艙門打開的那一瞬間，防守方的決策鏈條就會發生嚴重的系統性短路，防守方必須時刻承擔着局勢在0點幾秒內滑向核戰爭的心理極限。你無法判斷對方手裡拿的是一把普通的西瓜刀，還是一個核彈引爆器。為了防衛這種核常模糊的降維打擊，防守方不得不把指揮所挖得更深，把軍事資產分散得更廣，並維持極其高昂且高度緊張的核武戰備值班。這才是美軍研發這款飛機的核心底色。用戰術級別的常規隱身平台去實現戰略級別的心理熔斷。當一架轟炸機把核威懾的底線和常規打擊的界限徹底抹平，當它可以毫無顧忌地控制無人機蜂群，消耗掉防空網的火控通道時，這架代號為 B-21的幽靈就已經不再是一款單純的飛行載具了。它真正摧毀的是大國博弈中維繫了上百年的安全基石戰略縱深。在過去的軍事常識裡，任何龐大的防禦體系都是建立在空間距離之上的。海岸線上密布着射程極遠的反舰導彈，將超級航母逼退到幾千公里之外；邊境線上雷達林立，戰鬥機全天候巡航，構築起一道密不透風的空中長城。而那些最核心的國家資產、戰略指揮中樞、核武器發射井、重要軍工基地，則被小心翼翼地藏在內陸最深處，大山的最底端。而這種邏輯非常簡單，距離就是最好的防彈衣。
但是當145架 B-21組成的隱身機隊正式成軍時，這個維繫了數十年的基礎常識被徹底撕碎了。鋼鐵防線、防空導彈、雷達預警，他從不在乎。那些原本以為絕對安全的內陸樞紐，那些堅固的地下堡壘，全都在一夜之間暴露在了最致命的準星之下。沒有了大後方，也沒有所謂的絕對安全區。當一架載着可調當量戰術核彈，隨時可以釋放大批誘餌的隱身母艦，能夠常態化的在陸地上空游走時，那些花費無數心血建立起來的防線，那些射程越來越遠的防禦武器，失去了所有意義。因為外圍的鎖打造的再堅固，也防不住一個已經站在客廳裡的人。面對這種無視距離的空中刺客，傳統的防禦反擊策略還能剩下多少勝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覺得 B-21第一場實戰將會是什麼時候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